聊到变形金刚 ，BW 一直都是绕不开的话题。这部动画给我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，双方不同成员加入金属变体的进化，绝对是第二天男同学之间热议的话题。长大后再次重温，则更注重每个角色的性格刻画，那就不得不提到恐龙勇士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玩逆星对决套装中的这款恐龙勇士。相信大家对这款玩具并不陌生，但它却是我个人收藏中的第一款，也是唯一一款恐龙勇士。第一次看到这款玩具的人形时，感觉它就是我印象中恐龙勇士该有的样子，略带狰狞的表情，加上蓝色金属漆面，这颗头雕把神韵拿捏的是恰到好处，身材比例与其他细节刻画也是尽可能的还原动画，仿生纹理的刻画让整体看起来更富层次感。当然不能只说它的好处，背部零件的收纳让它背上了厚重的背包，展示侧面时对美型的影响还是较大的。当然还有手臂上的祖传工艺，真是让人过目难忘啊。可动表现还不错，虽然不算特别出彩，但应付日常把玩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关节紧实度也刚好，把玩手感非常舒适。武器也是尽可能还原动画中的造型，人形状态下握持力度还算不错，野兽形态更是能完美的进行收纳。另外还附带了金盘与人物卡，就不再赘述了。这款玩具的变形简单流畅，对老玩家来说盲变应该也是没有太大压力的，算是一个优点吧。野兽形态的表现相较人形要逊色了一些，主要是胸腹部对人形的部件包覆不够完整，当然受玩具级别限制也是可以理解。野兽形态的整体造型看起来还是合格的，另外可动应该算是这个形态的最大软肋吧。恐龙头部是不可以左右旋转的，眼睛看似有分界，但也不是可动的。最遗憾的就是大腿部分竟然也是不可动的，这就会导致在野兽形态下无法做出较为生动的动作，让整体看上去会有那么一丝呆板。如果能多加入一些可动，这会是一款非常有意思的玩具。综合来看，这款玩具还存在很多遗憾的地方，但也不乏亮点，不算出类拔萃，反倒更能代表整体水平。当然我个人给不了恐龙勇士最公正的评判，我只能尽力珍藏每一个属于我个人的变形金刚，也希望每个合格的玩具给人带来快乐，同时也能被主人好好呵护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节目的话，请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